我大学一毕业就欠50亿，于是为了偿还巨额国债，我直接把自己包装成全球最大的军火商，并且在网上疯狂吹牛逼。本人批发航母、火箭炮、坦克、飞机、原子弹，在这里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买不到。帖子刚发出去，便有生意找上门来。兄弟，你发的帖子是不是真的？我们中东这边正打仗呢，急需你的武器。还真有傻子上钩，这都信？当然是真的。你要什么武器尽管说。我第一次在你们家买，先看看质量怎么样，就先来5000把 AK， 每把 AK 配置2000发子弹，还有20架小型自保无人机。王11大脑飞速计算，他也不知道军火的价格，只能一通胡乱忽悠。AK 410把，子弹1块1发，无人机50万一架，都要软妹币。听到王11的报价，对面安静下来，半天没有回复。难道是我的价格说错了？对面心亏，还是对面发现自己在骗他了？正在王11以为对方不会上当的时候，对面消息发了过来。这么便宜的吗？质量真的过关吗？我们在鹰将那里买的武器价格要贵2倍还多，尤其是军用小型无人机要175万软妹币。卧槽，忘了中东这群悍匪都是暴发户了，钱要少了，真是血亏啊！临时改价格的话，显得也太不专业了。怎么嫌便宜？要不老铁给我加点价？我们的武器就是又便宜又好用，要不要一句话，先付款后交货？你不要，有的是人要。此时远在中东的中东悍匪正是大胡子组织的普兰少校。最近他们被鹰将的军队给包围了，导致鹰将那边的军火商被禁止进来，而其他国家的又不敢来。好不容易遇到一家愿意做买卖的军火贩子，他当然不想错过。最关键的是，这是一位龙国的军火商。龙国的军火商在军火界名声是最好的。我要，不过要通过暗网的银行账号交易，这样有保障一些。暗网算是公认的黑市交易平台，在这里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买不到的。于是王11打开了一个网页，全球暗网，输入 ID， 兔子急了也咬人，给了对方一个国际银行的保密账号。1分钟后，您尾号3456的账号汇入2200万软妹币，余额2212万3450软妹币。我操！不是，真打钱啊！对面玩真的，还真给我骗到了！我操，完大了！这回完大了！对面是真悍匪啊！这算是倒卖国际军火罪，还是算诈骗罪？此时的王11真的慌了，他可没枪别买家发货，对面显然是中东的武装组织，绝对不是什么善茬。他这次骗到钱，不知道会不会拿命去还，而且区2000万比海玩50亿，简直是杯水车薪。而另一边，普兰少校也清醒不过来，先付款，对面不会耍赖吧？应该不会这么黑吃黑。如果对面敢耍赖，我就花大价钱在暗网上悬赏这个兔子，然后再用匿名电话向龙国官方监管组织举报那个 ID 兔子买卖军火罪。龙国管制军火可是很严的。正在双方心里都没底时，丙检测到宿主成功诓骗恐怖分子2000万，一人镇压闹事的军火商，初步具备成为一个军火商的强大心理素质，符合系统觉醒标准。军火之王系统觉醒，老板王11，国籍龙国，声望0，无名小卒，已解锁龙国2024军火库，还有更多未来武器等待解锁。王11的面前出现一个画面，画面上排列着数不尽的武器种类，所有武器分类以年代为标题。2024年后的武器属于未来时代，宿主需要提高自己的声望值才能解锁。王11看着年代表有些懵逼，31马赫的大快递，甚至飞入星宇的宇宙飞剑。但当王11看到那个大一统时代时，再也忍不住头皮发麻了。这是龙国的军火库，所以未来是谁大一统啊？我操！系统，你不是开玩笑吧？在这个世界，拥有军火系统的你就是大一统的核心推动力，军火就是武力，乱世当以武治国，请宿主好好使用系统。王11哈喇子都流出来了。如果不是和平时代没有机会，外加龙国的环境很安全，哪个男人不想有一个机会做乱世枭雄？更何况是推动华夏大一统。很快，王11就平稳了一下心态，开始在系统面板里寻找中东老铁需要的武器，从手枪到狙击枪，再到火箭弹、坦克。王11甚至在上面看到了蘑菇弹和东风快递，价格好贵啊！一个蘑菇弹就要10亿，一个东风快递得20亿。不过让王11兴奋的是，这些军火全都能直接选定地点，然后系统立刻生产出来，耗时零，耗物资零，但是代价是要付钱。钱，必须搞钱！王11的眼睛从那些高端武器上挪开，找到自己需要的武器 AK47 2024华夏版，20软妹币一把 ，7.62 毫米子弹，0.01软妹币每发，猎鹰自爆无人机2024华夏版，1000块每架。看到这比外面便宜不止10倍的价格，这他妈也太便宜了吧！系统该不会是因为没任何生产成本，所以直接按钢铁原料的重量给我算的价格吧？武器按斤卖，这和白送我有什么区别？明明可以白送我，是嫌我赚太多，问我要了包装费。王11为还50亿国债，在网上包装成军火商，本想诓骗别人来还债，结果把自己玩成真的军火商。中东老铁的订单整个成本加起来30万不到，血赚2170瓦。嘿嘿，正在高兴时，王11突然意识到一个严峻的问题：枪有了，该怎么运过去？华夏可是禁枪的，
宿主可选择以下运输方式：一、定点传输，需要条件：客户详细坐标，1000块每次；二、人力运输，需要条件：一座军工厂，1000块每人，红旗速递，运输人由系统派发的虚拟存在，使命必达。若阵亡需付1万块抚恤金每人。三、宿主自行运输，需要条件：军工厂，一条属于宿主的运输线，单次运输订单若超1000万，系统将奖励宿主一次随机解锁武器。王十一看着第3个选项，明白系统这是希望他自己能够建立属于自己的军火基地。但是现在一穷二白，他只有一个选择。系统，我选择定点传送。说完，王十一开始给中东悍匪发去消息。款已收到，你可以把收货坐标发我了。已经快发狂的普兰少校看着发来的信息，心里稍微稳定了一些。如果对面是骗子，这时候肯定就跑路了，哪里会来要坐标？6234，3789。普兰不会傻到把他们基地的精准坐标暴露出去，这是他们基地后山一个沙丘的坐标。OK，3分钟后去取货吧。王十一把时间定在3分钟之后，不是因为传送要3分钟，而是他现在要去蹲个坑，要3分钟，传送只要1秒钟即可。然而，骗子，这就是个骗子！普兰少校现在满头大汗，王十一那个3分钟到货直接让他破防了。华夏离中东至少6000公里，对面说3分钟送到，纯粹骗鬼。王十一要是说3天甚至1天到货，他都觉得可信，但是3分钟到货，纯粹是把他当傻子啊！报警 ！TMD， 我要报警！华夏的警察局电话多少来着？普兰少校正在着急上火的时候，门外的一个大胡子走了进来。普兰，买枪的事情怎么样了？外围的鹰将部队已经摸索到我们大概的位置了，我们死了20多个探子。哈克，我们的枪支弹药损耗严重，甚至没办法人手一把枪了。上校，我……普兰结结巴巴地把王十一的事情说了一遍。法克，废物！这么明显的骗局，你居然上当了！你甚至把我们的坐标暴露了。我现在怀疑那个人就是鹰将的间谍，不然他们的部队怎么会这么快摸到我们的位置？谢谢，普兰少校。从现在开始，你被降为普通士兵了，滚去前线，给我好好的给我们死去的兄弟们赔罪。普兰面如死灰，但是他也知道这是自己的锅，缓缓地取下自己的军衔，默不作声的就要走出军营。而电脑上传来一声刺耳的提示音：货已送到，请验收，给个5星好评，奥亲。什么货？上校，后山的沙丘上突然有一道白光，然后就出现了一堆大黑箱子，箱子上刻着5颗星星，好像是军火枪械。后山，那不是我给对方的坐标吗？我靠，玩真的！要不去看看？我倒要看看怎么回事。在鹰将部队的包围下，就是鹰将自己给我们送武器，那都得2小时，3分钟，你当这是科幻片啊？要是真的，我倒立洗头。很快，几人来到了沙丘上。沙丘上刻着 HQ 字样和5星的木板被撬开，露出里面一排闪着森然光泽的华夏 K472024版。我擦，这怎么可能？真有枪！要知道，现在在中东战场爆发的侵略战争，其主要的推动方就是鹰将的有太高层，无数中东平民死在战火里。为此，大胡子他们的人策划袭击了鹰将的中心商业圈大厦，想要报复鹰将，甚至死了一个有太高层富豪。于是鹰将的国会震怒，下令这次鹰将的部队直接驻扎在武装组织大概区域的外围，一点点的缩小包围圈，不允许任何一支队伍出去。同时放出话，不准任何一家军火商卖枪支装备给他们，就是下决心要灭绝他们这一支武装组织。所以王十一能够送进来枪支，就已经是不可思议了。而现在王十一不仅无声无息把货送到，还只用了3分钟，不管大胡子怎么想，都想不到任何办法能做到。最后想到士兵说的那束光，上帝啊，耶稣啊，这是派来拯救我们的神迹吧？华夏军火商的手段已经如此不可思议了吗？上校，快看这枪，这还是 AK 吗？全息可调节瞄准点，配套的还有夜视眼镜，即使夜色降临，在夜视眼镜的加持下，周围的哨岗甚至躲藏的暗哨都一览无余。我记得夜视器不是这样的，不是只能看见一个模糊轮廓吗？大胡子闻言也戴上眼镜，骂出来了从华夏学来的国粹。我操，这跟晚上开了透视有什么区别？还加了热感应，我白天人眼都没他看得清楚。大胡子端起一把枪在手里，枪整体的重量轻了不少，手感好了不知道多少。低头检查了下弹夹，足足有50发子弹，比普通的 AK 多了20发的弹夹位。这意味着你一次连发的火力压制比对面多出来快1倍，这1倍的时间足以改变整个战局。更何况现在的步枪最多就30发，你在战场上突然有个50发的子弹上限的弹夹，会让很多战场老兵误判你的火力，从而露出致命的破绽。你确定买的是 AK47？ 应该是吧，400华夏币一把，折合美金40刀。40刀，买2颗手雷都比这贵，怪不得现在都说鹰将要被兔子取代了。之前我还不信，现在我就是信。上校发现一队鹰将的前锋精英部队接近，距离2600米，大概20人。我大学一毕业就欠50亿，于是为了偿还巨额国债，我直接把自己包装成全球最大的军火商。宿主声望值提升1万，声望值首次破万，奖励大礼包1份。系统，打开大礼包。大礼包已打开，宿主获得智商加强改造，宿主获得脑力加强改造，宿主智商大幅度提升，宿主脑力大幅度提升。王十一顿时感觉脑子清楚起来，脑子里曾经的迷雾感消失了，脑海里的储备知识还是那些，但学习能力却提升了数十倍。
这就是天才的感觉吗？王十一立马打开了以前看不懂的文献，现在不仅能看懂了，一目十行，过目不忘。如果现在回到大学搞科研竞赛，我能打10个。王十一迫不及待地在电脑上打开自己曾经学过的各个学科的材料，开始痴迷地看了起来。而远在中东快要被鹰将围剿的大胡子，则是看着无人机被所有的功能给整麻了。这是什么魔鬼想出来的装备？无人机上面装动机枪 ，AI 智能射击，选中目标后自动瞄准，甚至还有雷达，还有自动计算规避弹道，最后还能自爆。这么恐怖的武器，就这么随便卖给我们了？上校，我当初只是想买普普通通的自爆无人机，没想到这么厉害，这也太良心了。早知道我就买个几百架，像上次那种战斗都不用我们的人去打埋伏了。对了，刚才你说这玩意儿多少钱买的？1架50万美金，软妹币。我操，这么便宜！后来你是不是忽悠人家兔子兄弟了？不是，我真没有。兔子兄弟不会是亏本卖我们的吧？鹰将那边笨重的无人机和这架比起来，连吃屎都赶不上，还卖175万软妹币。我觉得是兔子兄弟知道我们受困于鹰将，不想看我们被欺负，故意亏本支援我们的。下次说什么也要给他补点钱。这是鹰将驻军的无人机群，这得有上百架吧？好像是朝我们包围过来了。立刻启动所有的猎鹰无人机，让所有人进入战备状态。此时，鹰将机械团驻地作战室内，上百个技术员士兵正操控着无人机朝着前锋部队曾经覆灭的方向高速前进。约瑟夫团长，这些士兵都是帝国专门培养的技术人员，无人机在他们手上可以万军之中取别人首级。最关键的是，这次的新型无人机是帝国技术部最新科技，每一架无人机都装载了一把12.7毫米大口径手枪，可以远程操控开枪，还装备了世界上最强大的雷达系统。无人机里有枪，这可是头一回呀！这岂不是说我们相当于有了会飞而且不怕死的士兵？弹药打完还能引爆炸弹，那我们岂不是要无敌了？是的，之后无人机才是战场的主力。就算兔子研发出了那个新版 AK 又怎么样？我们的无人机量产后都不需要士兵拿枪了。那当然，我们鹰将帝国可是世界第一。所有人立刻打开无人机的雷达搜寻功能，把那群该死的老鼠给我找出来消灭。而另一边，大胡子和普兰在智能漏的辅助下，一人操纵了10架无人机，20架无人机悬浮在整个基地四周，开启了雷达屏蔽模式。大胡子眼看着鹰将的无人机群从基地外旁500米远的地方飞过，却没有丝毫的反应。猎鹰的雷达覆盖范围直接能到他们鹰将的驻军基地了。鹰将的这些无人机从一起飞就被探测到了，而且猎鹰的雷达屏蔽等级显然比鹰将的高太多了。面对我们，鹰将的无人机雷达就像是瞎子一样。这下他们想要靠雷达搜寻到我们是不可能了，只能靠他们操作者的肉眼来看。可惜肉眼在这个风沙这么大的沙漠可见度太低了。现在我们知道他们在哪，他们却找不到我们。好，他们鹰将也有今天。不对，他们的无人机朝着平民聚居地去了，他们该不会是抓不到我们，想要屠杀中东平民吧？这群畜生！普兰，你操作13架无人机保护基地，我操作7架飞过去看看。快跑啊！无人机来了！怎么可能？一个敌军都没有发现，他们不可能从我们的包围中跑掉。到底都哪去了？戴瑞亚，这就是你说的雷达技术无人能敌，他们屏蔽仪也不管用，10分钟就能把他们抓出来。我的雷达肯定没问题，那些土著一定是躲到这些平民家里去了。哼，如果找不到他们，你自己去跟犹太人解释吧。现在所有人，你们都给我用眼睛看，看到像是恐怖分子的，给我立刻射杀，宁可杀错，不能放过。此时，大胡子操控着猎鹰无人机，发现一个被鹰将无人机挡住去路的女人，二话没说，开启了 AI 智能锁定，然后直接开火，把拦在女人面前的几架无人机全部打了下来。我们被攻击了，他们应该就在这里，其他人集中过来包围这里。报告，没有发现武装分子，只有1名中东的妇女。不可能，刚才明明是有人攻击了我们的无人机。既然没有其他人，我们的无人机被攻击了，那在场的就都是恐怖分子，还用我再说吗？我大学一毕业就欠50亿，于是为了偿还巨额国债，我直接把自己包装成全球最大的军火商。只要攻击你，就是恐怖分子，杀！在鹰将技术员的操作下，包抄过来的无人机稳住身形，然后枪口对准了那对瘫软在地的中东平民女人。可恶，真是畜生啊！居然要向手无寸铁的平民开枪！我们不能在平民聚居地和他们正面交火，我们的无人机上都装载了大威力的炸弹，一旦被击毁就会爆炸，会误伤到平民的。那就把他们引到别的地方，看我的吧！大胡子操作猎鹰无人机解除了隐身模式，彻底暴露在敌人的视野里。敌机，有敌机！这怎么可能？雷达上刚才明明什么都没有，现在怎么突然出现了？他们能够屏蔽我们的雷达信号，是那个标志。我们曾经交手的土著拿着的枪上就是那个标志和5星，是兔子，那是兔子的武器。他们悬停在空中，这么大摇大摆的观察，这是挑衅，是对我们的嘲讽。命令地面部队开着坦克包围过去，无人机的操作范围有限，他们那些土著必然就在那一片区域。都他妈给我把他们打下来！所有的无人机全部向 B6号无人机坠毁的地点围过来，绝对不能让他们逃掉了。只要拿到了残骸，我们说不定可以破解这些华夏无人机上面的雷达屏蔽技术。发现大量敌军，开始进入 AI 智能接管模式。与大胡子笨重的操作不同，这个模式里大胡子只需要下达简单的指令操作，剩下的
交给 AI。往远离聚居地的方向跑。雷达监测中，2公里外发现一处废弃的无人建筑群。好，就去那。超智能飞行模式开启，预判弹道模式开启，高速模式开启，最佳路线已规划。猎鹰无人机狂射起，空气刚发出被撕裂的声音，观战的鹰将军官眼睛都要得瞪出来了。违反物理动力学的无缓冲直角变向，细字折线飞行，在超高速态的直线加速，还有突然之间的悬停，让子弹每一次都从这些无人机的表面堪堪擦过，却没有造成丝毫的伤害。这绝不是人能操作出来的，就像是这些无人机能够预判所有的弹道一样。这可是上百架无人机的设计啊，太离谱了吧？我们做不到吗？我们估计在20年后可以做到。他们要跑了，他们要突围了，快堵上！天空之上，100架无人机不断追逐着7架大胡子的无人机，频繁射击和自杀式的撞击。哥哥，外面怎么了？外面有军队在打架，你待在哥哥身边，千万别出去。哥哥拍给你看。是罗培纳一家，他们的房子被无人机烧了，他们家4口人，难不成 ？shit， 这些鹰将帝国的混蛋，完全不顾及我们平民的死活。我要把视频发到网上，谴责这些混蛋军队，他们没有一丝人道主义。曼拉斯，你去门口，一旦我们家也被无人机砸中，你就立刻开门往外跑。大胡子不敢在聚居地开机枪扫射，如果这些无人机大规模坠毁，那这个聚居地的人无异于被炸弹洗地，所以他一直周旋，想要逃出包围圈，远离聚居地，在正面开干。但现在一直耗下去，下场也一样。于是心一横，操控无人机把包围圈移动到了居民聚集地的一处空地上方。一架猎鹰无人机在大胡子的指令下主动冲向鹰将的无人机群，同时自身发出火光。随着一声巨响，剩下的6架猎鹰则高速穿过明烟，瞬间从缺口处突围，转身就向远处飞去。你们是废物吗？上百架无人机包围7架，居然能让他跑了？这要是在人类的战场就是军事事故，把你们全都送上军事法庭，给我追呀！没事，团长，一架无人机的电力是有限的。这些华夏的无人机刚刚在包围圈进行了那么多高难度的飞行动作，电力已经所剩无几了。而且我们的无人机速度当时第一，很快就能追上的。他们就算雷达做得好，可以预判弹道又如何？速度才是无人机的重要指标，而我们的速度在国际上是公认的第一。华夏的官方数据比我们低了20公里。然而话音刚落，只见飞在鹰将无人机群前面的猎鹰无人机发出蓝光，一个蓝色的光晕扩散，猎鹰像是被氮气加速一般，速度突然爆发。仅仅2-3秒就迅速和鹰将的无人机拉开了巨大的距离。长官，我的探测仪显示，它的速度已经突破150公里每小时了，我们要被甩开了。不可能，这不可能！即使是我们也才刚刚实现120公里每小时。给我开启无人机过载模式，把电机的所有性能完全压榨出来，我们可以档时间达到155公里。过载模式开启最多持续5分钟，如果超过5分钟，这些开启了过载模式的无人机都会过热坠毁。fuck，对面的速度又上升了，160公里、170公里、190公里、200公里。这都是我们2倍最高一速，你管这叫无人机？华夏平时在演什么？华夏有这技术，为什么不早拿出来？如果是想藏着，又为什么卖给这些中东土著？这不是针对我吗？然而，正当戴瑞亚绝望的时候，却发现前面猎鹰的速度慢了下来。难不成他们没电了？他们真是太慢了，等等他们吧。大胡子给猎鹰下了降低移动速度的指令，毕竟大胡子他的目的是要把这些无人机都引走。如果真的让猎鹰把他们甩得尾灯都看不见的话，这些鹰将无人机又回去祸害聚居地的平民怎么办？看到华夏无人机速度降低，戴瑞亚再次燃起希望。他可不认为居然会有敌人故意降低军用无人机的速度是为了等他们。果然，我就知道华夏研发的无人机怎么可能速度比我们研发的快了那么多，所以绝对是假的。就算能达到这个速度，也肯定有缺陷，不能持久。你看，这才不到30秒，他们就不行了，而我们的过载状态可以持续5分钟。等他们快要追上来时，只见原本龟速飞行的华夏无人机再次暴力加速，仅仅10秒就又拉开一大段距离。鹰将无人机追了1分钟，直接被对面10秒钟秒杀了。甚至距离还更大了。什么意思啊？刚说完对方要没电了，华夏无人机就一波加速打脸。再来，他们这么阶段性加速，不是印证了你的猜测吗？华夏无人机无法长久保持这种高速。一连4次，每次在鹰将无人机快追上的时，猎鹰就再一次爆发高速甩掉鹰将无人机群。戴瑞亚是看明白了，对面这是在耍自己，什么狗屁阶段性加速，对面就是仗着速度快在钓鱼啊，他就是一连被钓了4次的鱼。交火完毕，敌军伤亡96架，我军伤亡1架，检测到新目标，开火。我操！
下忍诛心啊！留下一架无人机就为了直接在战场播报战报，太欺负人了。约瑟夫团长，无人机全军覆没，接下来我没办法帮你了，这个责任我会回科技部去承担。这不是你的错，谁也没想到在军队封锁的情况下，兔子还能把武器送进来，而且还是这种变态的武器，所以不要丧失战意，不过是一次失败罢了。战场上可不是有武器就行了。接下来我会申请把军舰拉过来，我要让他们明白什么是差距。兔子兄弟的武器真牛逼，胡兰，快给兔子兄弟的账号打1000万过去。这么牛逼的武器，兔子兄弟这么便宜卖给我们，肯定是大亏啊。此时正在学习的王11，您尾号5428的账户到账1000万。谁给我打钱？王11还在纠结钱的来源时，殊不知网上已经炸开了锅。有人把这次无人机大战的视频发到了网上，引来了各界网友的讨论，并且由于无人机上的华夏标志，也引起了华夏高层的注意。网上那个视频中的无人机是你的杰作吧？你少血口喷人！虽然华夏所有武器买卖都需要我来审批，但视频上的这几架无人机明显是我们预设的5代无人机，而我们的5代机到现在还只是预设而已。真不是你？难道是有人在走私军火？如果是军火商的话，很有这个可能。这和我们的5代机构想太像了，简直一模一样。而且这个设计风格确实是我们华夏生产线制造出来的，应该是有人偷偷用了我们的生产线。必须找到他。我去通知警卫核查，如果是军火交易，应该是在暗网上。我去让网安一起协助调查，一定给他捉拿归案。捉个屁！你当他是嫌疑人啊？给我好好的请过来！只要这个幕后军火商愿意归属国家，不危害国家，那他就是我武器研发部的瑰宝。还有，那不是倒卖军火，那是我家瑰宝同情心泛滥，支援被战争毒害的小国，抗击鹰将帝国。得嘞。兵声望大幅度上升，新科技系列已解锁，国家声望已解锁，新功能请查收。新功能？什么新功能？不好了，王总，我们的实验室被强制性暂停了，材料供应商不给我们供货了，要求我们立刻结尾款。结尾款的期限不是1周以后吗？他们说外界传闻我们公司出了问题，快破产了，公司董事都跑了，供应商那边是怕要不到钱。公司的研发款被一群董事卷款跑路的事，只有公司高层或者那些董事的亲信才会知道。看来公司内部还有那群懂事的人非要搞死我。如果放在之前，王11还真没有办法。不过想到自己账户中的3000多万，王11底气十足。把供应商的银行账号给我，500万罢了。好了，钱已经打过去了，没别的事，你先出去吧。好的，王总，有事您喊我。这下终于有时间搞钱了吧？王11快速登录暗网，毕竟账户里莫名多了1000万，他要看看是怎么来的。一进来就看到中东悍匪发来了好几条消息。谢谢兄弟啊，你的军火真的太牛逼了，你亏本卖的，我懂，绝不能让兄弟吃亏。但是目前我们只能先给1000万，总不和我们失联了。等出去以后，我们一定来个10亿的军火订单。中东大兄弟真朴实啊，这样的客户给我多来点。系统进货1000块的无人机，我卖50万，我真是太亏了。王11随手点开了大胡子发来的视频。我操，这么强，还能变重机枪，早知道这么强，我卖500万也行啊，亏死了，算了，就当首单福利了。对了，兄弟，这次鹰将吃了大亏，估计会给你们来点大杀器，所以我想，你要导弹不要，给你按成本价，1发1亿，全仓，鹰击24型超音速反舰导弹，保证1发就能让万吨级的舰体裂开。兔子兄弟回消息。鹰将的无人机全军覆没之后，直接出动了4辆泰坦坦克开路，后面跟着20辆装带了重机枪的装甲车，以及3000名步兵，准备继续压缩大胡子们的生存空间，一举消灭这群鹰将口中的恐怖分子。兔子兄弟回消息了，怎么说？他说鹰将这次吃了大亏，肯定要用大杀器来报复我们，还问我们要敌对舰导弹不要，一软妹比一枚。不是，那战略玩意儿他也有，而且还这么便宜。如果他真有，那还犹豫什么？当然要了。兄弟，你这么卖，真不会被华夏警方通缉吗？那可是战略级的东西。普兰和大胡子感觉自己的3观都受到了挑战。国际上都知道华夏的禁枪政策的力度之大，排在世界第一，所以华夏本土基本上不会出现军火商的存在。而这位兔子兄弟明显是个华夏人，却不仅卖枪，甚至还要卖导弹，就太离谱了。要知道，这种战略级武器一般都掌握在国家官方的手里，属于有价无市。想要和官方做交易，那要看又没有这个资格。你要买吗？胡兰，我们的预算还有多少？
只有4亿了，而且我们还要买枪和子弹。看来我们要冲出去之后，跟总部会合后才行了。兄弟，导弹我们要，但不是现在，等我们冲出鹰将的包围圈和总部会合后再下单。很快我们就要开始突围了，希望还能来兄弟这里下单军火。看到中东悍匪发来的消息，王11急了，这可是他的第1个客户，也是现在唯一一个客户。听对面的意思是就要突围，而且是9死1生。兄弟，有难处你就说，早就看鹰将那些战争狂徒不爽了。这样，你们打过来的这1000万，我也不白拿。等下给你们的枪进行远程升级一下。什么意思？兔子兄弟要来我们这吗？兄弟别冲动，我们现在被鹰将军队给围了，你派人来恐怕就是送死啊。放心，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准备好体验一下我们的售后服务吧。这是王11发现系统的新功能，通过系统卖出的武器，只要支付一定数额的钱，就能直接远程通过系统对武器进行升级，而且根据钱的多少，升级的项目强度各不相同，俗称售后服务。那好吧。图兰，鹰将的部队摸到我们了，快通知全员进入死战状态。此刻的王11正忧心忡忡地坐在那里。中东悍匪最后发来条消息，情况紧急，围剿开始了，就没了音讯。不知道他们能不能成功突围？系统升级那100支枪需要20分钟，应该不会这样巧吧？正好赶上生死局。看来这次我猜的没错，这群武装土著只有4、5千人左右，我们派出去4辆泰坦坦克，足以碾压他们。而且我们的泰坦坦克就算是炸药包也炸不开。你们上次的实力，上面很不高兴，而且因为你们的实力，我机上传带武器都有点变成花哨了，这都是你们的错，所以双方派我来替我这次围剿。你们要在实力上之前能拿出印度，让他们将是一下帝国要你完是帝国。这怎么可能？3角无人机的自爆，他们的坦克居然一点事都没有。他们都打在我的坦克上，只能给我们挠痒痒。大家不要开炮，停止射击。战场上我还没见过用坦克压的，我要用坦克压扁他们。不错的提议，那咱们就比一比，看谁压得多。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无人机的雷达上显示一共有5辆这样的坦克，还有1辆坦克在一个地方没动过，应该是看家的，所以那里应该就是他们的指挥部。侯兰，我现在任命你为总指挥，带领3000多人准备突围，我带领900人直奔他们的指挥部去。我要给他们来一招出其不意，到时候他们一定会回援，那时你就带领剩下的人突围。不行，那样你就回不来了，还是让我带队袭击他们的指挥部，你带领大家突围。我们需要有人带领我们向鹰将的霸权收捕，你就是我们的主心骨。少废话，按我说的做。现在一队的所有人跟我走，不愿意的可以退出。我跟你走，我也是，还有我。大胡子带领一群人突袭鹰将指挥部，为普兰他们突围吸引火力。然而，指挥部门口的1辆泰坦坦克却成了他们不可逾越的鸿沟。我们必须攻入他们的指挥部，不然他们根本没有回援的打算。现在1辆坦克就把我们拦住了，它的外壳不知道是什么材质，根本不破防。然而，正在大胡子们犯难的时候，突然在场的30人耳中传来一道声音：“您的武器升级已送达，请签收。”我操！这他妈的就是兔子兄弟说的售后服务，就算是上帝也不过如此吧。以后兔子兄弟在我心中和上帝平起平坐。但是这枪还是 AK 嘛，看着像巴雷特，但是又比巴雷特口径粗太多。上校，我们要不要先试试这枪的威力？你们先不要开枪，让我先试一下。泰坦坦克被打爆了，快来人防御啊！那群土著要攻进来了。够，那群土著把泰坦打爆了，马上防御。这还是枪吗？这是炮吧？不过这个后坐力还真是给力，我感觉我要是打3枪，我的肩膀就要废了。他们那是什么枪？怎么能打破泰坦坦克的防御？就算是巴雷特也做不到吧？我觉得我们应该把这把关掉。然而，另外一边的大胡子在打爆泰坦之后，对这把像巴雷特的狙击炮信心大增，更是直接瞄准了鹰将指挥部塔楼上的约瑟夫。快跑！约瑟夫团长被爆了。少校，鹰将的队伍开始撤了，好像是说他们的指挥官嘎了。哈哈，看来上校他们得手了。告诉兄弟们准备突围。是。大胡子和普兰成功突围，并且和总部成功会合，并且向总部汇报了从王11那购买武器的事情，而且还要卖给他们导弹的事情。
你们说的这位军火商的能力都超越上帝了。我在想，你们是不是科幻大片看多了，被人骗了吧？而且导弹这种东西，普通的军火商怎么可能有？统帅，我们说的都是真的，我们带回来的人都可以作证。现在就是想请统帅拨给我们10个亿的军费，我们想从兔子兄弟那采购6枚导弹，外加无人机、枪支和弹药。这样吧，按照你们带回来的枪支和无人机采买，我拨给你们6个亿。至于导弹，纯粹是无稽之谈。我知道是那个军火商救了你们，可你们不能被恩情裹挟着什么都信吧？遇事多动动脑子。说你没脑子。大胡子在汇报工作的时候，普兰在旁边已经联系了王11，说明了他们这边统帅的顾虑。既然这样，我可以把鹰击导弹的使用说明书以及使用时的视频教程先发给你，这可是手把手教你如何操作反舰导弹了，都已经涉密了。统帅，这是兔子兄弟发过来的反舰导弹的资料，这东西的涉密程度，我想你看了就知道了，绝对不是骗子可以搞到的。哥，莫非普兰他们口中的这位兔子兄弟是华夏的高层？不然这种战略级的东西，除了高层同意，不然谁敢卖？好了，我道不过世上还是有好人的。好吧，你们成功说服了我，可惜来不及了。什么来不及了？刚收到前面传来的消息，2天后海域就被鹰将的军舰封锁，华夏的反舰导弹就进不来了。统帅放心，只要钱到位，导弹一定能到，1天之内，甚至不要1天。大胡子没有再提传送的事，毕竟这种事之前要不是他亲眼所见，打死他也不相信。你小子和那军火商还在联络是吧？我懂了，是不是他们在中东就有军火库，不用从华夏运就能给我们？好，杜兰，我给你钱。很快，王11就收到了中东悍匪的军火订单，华夏 K2024版5万把，子弹5000万发。由于见识了猎鹰无人机的厉害，不能让兔子兄弟吃亏，所以这次按照大胡子说的价格100万一架，一共采购500架猎鹰24超音速反舰导弹4枚，订单金额总计9.8亿软妹币。您尾号2458的银行账户到账9亿8千万软妹币。卧槽，这是多少个连？等会儿再数，先发货。先看个视频，然后你们告诉我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那些土著的手里会出现能够击穿泰坦装甲的武器？我们如此珍贵的泰坦居然被一把破枪打爆了！你们知道这一辆泰坦坦克我们会损失多少钱吗？至少10个亿！奇耻大辱！整个世界都在看我们的笑话，看看我们这个世界第一还能当到什么时候？部长，没这么夸张吧？我们的科技、军力、金融依旧碾压全世界，就算多了一些画饼又怎么样？我们只要军事武器够强就好了。你的眼睛长裤裆里去了！你给我好好看看，你们瞧不起的大夏已经造出什么样的怪武器了？你们还拿几10年前的眼光看待那群华夏人会死得很惨，这次的失利直接让我们已经损失了一个机械团。哈瑟上将，要我说，我们直接动用核武，直接就解决了，就是可能会嘎点平民而已。你脑袋里全是奥利给吗？核弹不能用，那些平民的命不值钱无所谓，但是核弹使用之后，土地的价值就没了，人没法住了。雅各帝国可是要领土的，战斗机和军舰可以考虑。那就先派一艘巡航军舰去巴基斯坦的海域支援吧，必要的时候可以出动军舰上的战机和导弹，还有对华夏给那些恐怖分子提供武器的行为，我们要进行严厉的制裁，我们要禁止华夏非法提供武器。此时，华夏武器研发部内，齐所长看着网上一枪打爆泰坦的视频，这一枪的威力甚至打破了战争的平衡，而且现在大家都认为这是华夏的武器，但是如果这枪还在继续贩卖的话，如果有一天有人将枪口对准华夏，又该如何？如果这个武器的制造者如果不是华夏人，又或者被鹰将那边先找到，那对华夏来说就是一场灾难。喂，首长，我这有个情况要汇报，我想请国家动用全部能力帮我找到一个人，我只知道他在暗网的地窖，兔子急了也咬人。怎么了，齐所长？这个人是？现在网上疯传的黑色无人机、核能击破泰坦坦克护甲的枪，根本不是我造的，他们都出自于一个神秘的私人军火商，就是这个兔子急了也咬人。什么？真不是你？齐所长别开玩笑啊！罗源作为军部大佬，这些天可没少关注无人机和泰坦事件，他都乐得血糖高了。你现在突然告诉他这些枪和无人机不是华夏的，这不得要了老命了。不是，我知道了，我会动用一切力量找到他，包括我们军部的国家红客组织，只要他在互联网上出现过，就一定能找到他的蛛丝马迹。我们不能替别人不明不白的背这个锅。系统，打开属性面板。姓名王11，国籍华夏，声望100万，国家声望40万，恭喜宿主，声望首次破100万，智力大幅度提升。检测到宿主智力已经到达人类极限，系统将奖励转化为脑域开发，当前脑域开发程度15%。我操！脑域开发，系统，脑域开发真能成什么？脑域开发达到70%，就可以完成各种法术，精神力外放，一念之间掌控整个网络世界。如果脑域开发达到100%，那么一个人就是整个宇宙。这么牛吗？
那我什么时候才能达到70%？脑域开发会随着宿主的声望值的提升而提升。你有新的军火订单，你有新的军火订单，你有新的。我操，什么情况？怎么冒出来这么多订单？统帅，购买军火的所有事情已经处理完了，接下来我把坐标发过去就好了。既然如此，那么统帅跟我一起去接货吧。接货？现在我倒要看看你们俩搞什么名堂。这里有什么？起风了。哈哈哈！统帅，统帅，统帅！不可思议，神迹，这是神迹！上帝没有放弃我们，加沙人民必将解放，我们必将夺回自己的土地。上帝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统帅，快去看看我们的鹰击导弹，如果不是兔子兄弟，我想你这辈子都不一定见过。对，马上派技术人员过来学习，争取1天内学会如何发射。我们要赶在鹰将的军舰到来之前，给他们准备一份大礼。然而此时的鹰将军舰已经来到了距离巴基斯坦海岸线300公里外。本来说的后天才能到，没想到我们提前1天就到了。那是当然，我们就是要神兵天将，打他们个措手不及。而且这次我们要斩草除根，命令导弹准备，瞄准他们的医院、学校以及国际救助投放物资的区域发射。不是有国家违背我们大鹰将帝国的意志，给他们送物资吗？我给他们全都扬了。你是不是再考虑一下？救助区可是国际公共区域，而且要知道，在物资的队伍里可是有华夏和白熊的，那又怎样？我又没请他们来，而且战争不需要妇人之仁，准备好了就发射。这是我们派去国际物资救援处的无人机传回来的雷达画面。鹰将的军舰已经提前1天到了，而且已经发射了舰载导弹，预计1分钟后到达，目标就是国际救援处。赶快通知我们在附近的人，能疏散多少人疏散多少人。统帅，恐怕来不及了。这群灭绝人性的畜生，那里可全是平民和其他国家的救援队呀！战争对平民来说太残酷了，愿我们华夏永远强大，不会再沦落到像他们这样。放心，有我们在，绝对不会有那一天。快看，雷达上那是什么？正高速朝我们过来。我操！那他妈的是导弹！你用广播通知下面的人隐蔽，我来拉升飞机。所有人快隐蔽，导弹来了！然而，畜生啊！这群畜生，特么的，这下面都是些平民啊！这些鹰将的军人都没有心吗？而这里发生的事也是以史上最快的速度冲上全球热搜，网友们也是炸开了锅。太冷血了，连孩子都下得去手，连国际人道物资都炸，又不是武器，最多是衣服和食物。鹰将的本质果然是血腥的刽子手。由于物资被炸毁，我毛熊的下一波支援物资会提前送达。如果我方物资再被炸，那就直接开战。由于有些国家不顾平民死活，用导弹直接摧毁国际救援物资，我华夏这次会派歼20战机群护送物资。再有导弹，我们不敢保证我们的飞行员会不会冲击军舰。我伊朗正式出兵支援加沙，我伊拉克正式出兵支援加沙。这些中东小国怎么敢的？他们想死吗？还有华夏和白熊，他们想做什么？3战吗？将军，如果这要是真3战开端，恐怕我们这3艘军舰就是第一批牺牲的。华夏和白熊至于吗？不就是毁了一些物资和炸死了一些加沙土的住平民吗？鹰将帝国的军舰，给我等着吧！我们的鹰击导弹怎么样了？已经全部准备完毕，就等你命令了。那接下来就你们表演吧，我倒要看看你们推崇的导弹会不会上了战场就软弹。萨姆，你们鹰击组负责把无人机朝着鹰将军舰的方向全部撒出去，定位鹰将的军舰位置，然后是放屏蔽鹰将军舰雷达的探测信号。是，去吧。普兰，鹰击导弹的技术问题你最熟悉，你去准备发射，只要我们的无人机到位，你就发射。是。报告，无人机全部就位，目标锁定，信号屏蔽完成。终于等到了。普兰，无人机已就位，等目标进入200公里后再发射。收到。看好了，等他们进入200公里以内后就发射。目标距离220公里、210公里、200公里。少校，目标进入预设打击范围。好，坐标19880、94090，全程猎海航道发射。快看天上那是什么？特么的，那好像是导弹，看这个方向是奔我们的军舰去了，快去通知。好。报告将军，刚才我们在中东东岸一基地内传来消息，说刚刚发现反舰导弹以掠海模式通过海面，目标好像是我们。什么？反舰导弹？快把雷达画面传过来。是。我们的雷达上什么都没有呀。把雷达开到最大功率，那个基地距离我们只有150公里，它都能检测到，我们一定也能检测到。是。然而，雷达上依旧空空如也，
会不会是他们看错了？宁可信其有，毕竟我们刚炸了白熊和华夏的物资。对，把所有防御全部打开。是。将军，观测到一个白色飞行物朝我们高速飞过来了，距离我们只有不到20公里了。我操！真他妈的有反舰导弹，而且这么快，我们的雷达特么的失效了吗？赶快，所有拦截导弹，立刻发射，目标东北方向的白色飞行物。在看到鹰击导弹后，军舰上的伦纳德害怕了，直接一股脑的发射了500枚拦截导弹，准备用密度来拦截鹰击导弹。然而，在他们发射完拦截导弹之后，鹰击导弹突然变轨，而且陡然提速。本来在鹰击导弹飞行轨迹上的拦截导弹全部扑空，而鹰击导弹速度直接提到了10马赫，一个呼吸间就来到了鹰将军舰上方。将军，我们的2号战舰被炸粉碎了。我特么的看到了，那个导弹的变轨绝对是华夏的前学森弹道。通知3号舰立刻转舵撤离，快！伦纳德彻底害怕了，一口气跑出了600公里才松了口气。马上给我拍个视频，我要发个声明，我要声讨华夏。很快设备架好，伦纳德开始了他的叫嚣。华夏，你们居然卖反舰导弹给加沙的反抗军，击沉我们的一艘军舰，这次我回去一定要报仇，报这一箭之仇，我回去就加量卖军火给湾湾岛，你们等着吧！可恶的华夏！另一边鹰将的军舰被炸沉了一艘，被东方某大国的卫星拍到，视频被发到了网上，很快就上了热搜，随即连伦纳德的拍的声讨华夏的视频也跟着水涨船高。看到视频的华夏的网友顿时不干了。狗东西说什么呢？来人啊，给我把他的这艘军舰也炸了！我靠，我50米的大刀要压不住了！国家出手啊！我现在就点上，再不行我们捐钱发射导弹。而看到这条视频的王11更是不干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鹰击24导弹属于近程导弹，射程应该在300公里，不差1000公里吧。于是王11立马给东汉匪发去消息，下令轰炸加沙物资的鹰将指挥官在1号军舰上，而你们炸沉的是2号军舰。现在1号军舰的坐标是2478、7823。兄弟，你再来一发，我给你免费补一发，给我干碎它！华夏的统一是不可触碰的底线。伦纳德这次是自己作死，王11从系统那买一发鹰击24只要100万，如果不是系统限制王11的灰色操作，王11甚至准备来个100发，把鹰将指挥官的军舰给埋了。兔子兄弟回话了，让我们再发射1发，他给我们免费补发1发。还有这好事？也是了，你们这位兔子兄弟绝对是华夏人无疑了。鹰将那个指挥官发出那样的言论，兔子兄弟这是直接炸毛了。原本大胡子他们觉得，既然军舰跑了，那反舰导弹可以省下来做威慑，而现在有了王11的兜底，他们也不介意做个顺水人情。很快普兰他们就再次把鹰击导弹装填好，并调整了发射系统。所有工作都准备完毕后，王11再次发来了消息，不着急发射。看鹰将军舰的航行轨迹，应该是想停靠距离你们1000公里外的一个补给基地，让鹰将的军舰跑一会。兔子兄弟真是好手段，在敌人看到希望之光的时候，亲手掐灭他。虽然很坏，但是我喜欢。在鹰将军舰逃跑的时候，麦克阿瑟也是收到了前线传来的报告。谁能告诉我加沙反抗军的反舰导弹哪里来的？还有，是谁命令让伦纳德那个混蛋当逃兵的？居然擅自退守回95号军事基地。看这导弹的运动轨迹，应该是华夏的前学森弹道。这个技术全球只有华夏掌握，我们当时怎么花钱都不卖给我们？我们的拦截系统没有办法拦截吗？主要是它的速度太快，而且根本计算不到它的运动轨迹，除非我们用足够的导弹数量去堆，让它没有缝隙可钻。但是这个导弹的末端加速足足10马赫，这会直接冲破拦截吗？不可能，每次他们发射1枚导弹，我们就要用无数枚导弹去换。说了这么多，就是说无解呗。现在我们唯一祈祷的就是这种反舰导弹的推进力这么强，肯定会消耗大量的燃料。它的射程应该不会远。对，报告上说伦纳德的军舰是进入距离中东海岸200公里内才发射的，这是不是说明200公里外他们根本打不到？对呀，对付这种反舰导弹的方式就是远程放风筝。我们的舰载导弹的射程可是600公里，区200公里而已，不足微虑，自爆无人机都能换掉它。这次伦纳德是吃了情报部组的亏，让他到95号基地休整一下，先别回来，我还有军事计划需要他配合。而军舰上的伦纳德在发完视频之后，就一直在评论区跟华夏的网友对骂。然而伦纳德骂的最脏的话反反复复就那么几句，但是反观华夏网友这边对人的思维和角度，囊括了伦纳德上下18代的亲戚范围，都不带重样的。好，你们骂我有什么用？不是一样打不到我。在伦纳德叫嚣的正起劲的时候，殊不知这边的导弹正在说：小子，让你再跑一会儿。就在伦纳德指挥的鹰将军舰距离鹰将95号基地还剩下15公里的时候，兄弟，鹰将军舰现在已经逃到距离他们95号基地只有15公里了，你们准备好发射，我把补发的给你们发过去。好的，兔子兄弟，我们已经全部准备就绪。既然他想回去，那就直接送他归西。所有人准备发射。是。系统派发鹰击24导弹1发。警告：非法操作，再有下次，系统拒绝派发军火。那下次的事，下次再说。
看完伦纳德要加倍给弯弯道卖武器的视频，不仅华夏的网友暴怒，华夏军方也是愤怒无比。奈何上面不允许，此时的罗田只能把自己气够呛。我忍。真是岂有此理！既然有反舰导弹，怎么就只炸沉了一艘，还让他们跑了？现在发出这样的言论，稍安勿躁。你猜猜看，这个反舰导弹是谁搞的？不是那个神秘的军火商吗？看它的运动轨迹，是前老弹道，而前老弹道是航天的事业，也是整个华夏5星级机密技术，非华夏航天的决策高层不可知。你是说那个幕后的神秘军火商必然是航天的人？那如果是我们航天的人才，为什么不露出身份呢？当然是为了不给国家惹麻烦。他不承认，我们不承认，那么就算全世界都说是华夏的，华夏也可以不认。还有，你再猜猜看，这个反舰导弹的射程不是200公里吗？最多300公里，毕竟5马赫的常速和10马赫的爆发太耗能量了。你以后别说是我的学生。谁和你说5马赫的常速了？是不是因为距离太远，让你忘了这枚导弹自发射开始走的就是掠海航道？它从未用过巡航航道。如果是巡航航道，掠海航道的射程一般是巡航航道射程的1/5。该不会还有第2枚吧？这是要千里追击，他们是故意让他再跑一会儿。此时的伦纳德依旧在和华夏的网友对骂：狗东西，别得意，小心哪天第2枚反舰导弹就来了。我马上要抵达基地了，距离加沙1000公里，你们做什么白日梦呢？你们连我的尾气都打不到。兄弟，可以发射了，他们距离95号基地还有10公里。好的，兔子兄弟，你就看好吧。普兰他们迅速输入距离坐标、航道和目标，发射。快拉响防空警报！敌袭，有导弹进防空洞。而鹰击24却头也没回的迅速进入巡航航道，沿途的所有观察站和哨岗、基地都发现了他，但谁也不知道他的目标。所有人都人人自危，短短几分钟，鹰击24以5马赫的速度就跑出了600公里。而此处的一个鹰将基地内，快看，是那枚导弹，他的目标该不会是伦纳德将军的军舰吧？快给将军发区域警信号！将军，刚才别说话，你没看到我正在和这群该死的华夏人干仗吗？可是什么？你不能等等吗？给你们看看，一脸无语，干净，有本事让那该死的反舰导弹来啊！伦纳德也是被骂出了真火，觉得自己已经跑出了千里之外，直接所有事也是不管不顾。但是此时的95号基地内却是警报声大起，而马上要进入95号基地的伦纳德听到警报声也是不明所以，并且拿出手机拍向天空。由于2艘军舰已经到达95号基地，准备停靠，距离太近，另一艘军舰被波及，产生了连环爆炸。而95号基地的码头上，一群士兵仍然保持着刚才呐喊提醒的姿势。我操！2枚导弹，我们的3艘军舰和1名中将就蒸发了，罪魁祸首就是华夏，我们要制裁华夏，狠狠的制裁。而此时的华夏武器研究所内，这批武器绝对不是我们航天提供的。那这个前老弹道你怎么解释？视频中的那个导弹，我们现在确实是在设计中，但是还只是在设计阶段而已。那会不会是你们内部出了内鬼？现在所有懂得前老弹道的人已经全部在被调查了。老罗，这个军火商必须找到，拥有枪械和拥有导弹完全不是一回事。我知道，上面已经下通知了，对这次的事，上面很重视，要求无论危险与否，都要抢在其他国家之前把这个军火商给找出来。现在对外不能承认这批武器不是我华夏提供的，但是也不能承认是我们提供的，毕竟拥有导弹对国内民众的安全威胁太大了。我听罗浩说，之前这个名字叫做兔子急了也咬人的阿弟，在网上发过一个悬赏，是悬赏魔都一家公司董事会成员的，但是刚发布就撤回了。之后这个阿弟就像被什么神秘力量保护着一样，所有痕迹都查不到了。那是不是说明这个人就在魔都？现在马上派人调查他悬赏的这家公司，重点关注这家公司的对手公司，另外增派人手，准备把魔都翻个底朝天的搜。联合国大会上，我鹰将帝国谴责华夏非法提供武器给中东的恐怖组织，害得我鹰将帝国损失1支机械团和3艘军舰，这不是一个常任理事国该做的事。华夏应该赔偿我们损失。我操！现在国内这么刚了吗？没听国内那几个老小子说呀，不管是不是，反正我不承认，鹰将能罚我咋地？没有证据的事，可不要血口喷人。你们一向惯用的伎俩不就是颠倒黑白吗？要证据是吧？大家看大屏幕。鹰将这次已经多人丢到家，索性直接破罐子破摔了，直接在大屏幕上播放网上传的无人机的战斗视频，更是把最近的导弹炸毁3艘军舰的视频播放了出来。当拍到武器上的标志时，还专门给了个特写。这下你们还有什么话说？国内军部那群傻蛋，就算偷偷卖军火背刺鹰将，也不知道把标志擦掉。看到武器上的标志，就连华夏代表都觉得这武器是华夏的，
视频中的这些武器上的标志和我们华夏武器的标志只是像而已，但是还是有些差距的，这绝对不是我们华夏。刚说到这里，视频中直接播放了大胡子一枪打爆泰坦的视频，就连华夏代表也是被噎了一下。卧槽，军部那群家伙有这么恐怖如斯的成果，也不说跟我通气，现在搞这么被动。总之，我华夏的武器水平还在发展中，大家都知道，我华夏是发展中国家，怎么可能有这么强的武器还卖给别人？这一定是你们自己家的武器拿来炫耀的吧？丁，检测到宿主暗网 ID 被多次调查，系统可以帮助宿主建立属于自己的军火交易网站，但是网站的源代码需要宿主自行完成，是否建立？如果建立自己的军火交易网站的话，暗网上的手续费都省了，现在的订单还少，看不出来。如果以后订单多了，那可是一大笔钱啊！系统建立。以王11现在15%的脑力开发程度，一个网站的源代码王11还是信手拈来。对了，系统建立这样的网站，安全和维护方面就没那么多时间了。而且如果被黑客攻破怎么办？系统入驻网站维护和安全费用每天10万，是否需要入驻？你一个系统不吃不喝，怎么钻钱眼里了？20万。你怎么还坐地起价？不行不行，我不同意。算。好，20万就20万，入驻。请为网站命名。王11思索了一下，说出了一个名字：军火之王。您的好友兔子急了也咬人，创建军火之王网站。兔子兄弟这是要做大做强了吗？兄弟，这个军火之王的网站怎么回事？悍匪兄，刚想跟你说一下，没想到你就来消息了。是这样，以后的所有军火订单直接从这个网站上交易了，不再经过暗网了。这感情好。对了，兔子兄弟，现在中东好几个国家派兵支援我们，都在问我们武器是从哪买的，我能把这个网站推给他们吗？下次像这种事情，多多益善。好嘞，兄弟，以后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有事你找我。答应完中东悍匪之后，王11突然意识到一个严重的问题：如果别有用心的国家拿买来的武器来打华夏怎么办？系统，如果武器被别有用心的国家购买了，有没有办法预防？系统会自动识别购买者身份，并且大杀伤性武器会自动识别华夏境内，如果目标是华夏境内，会自动返航，并且开启自毁模式。哇！那这个程序别人能破解吗？以地球上目前的科技，破解不了。这我就放心了。丁，您的军火之王网站上有新的军火订单消息。王11迅速打开军火之王网站后台，看到一个 ID 为内战周王的发来的视频和消息。军火商先生，看到最近热搜上的枪械，还有反舰导弹，听说都是从你这里购买的。我们组织现在急需，不知是否还有存货？像反舰导弹这种战略级的武器，在军火之王的网站上是未上架的状态，都是灰白色，所以别人不能直接购买。系统检测这位内战周王的身份。检测中，属地鹰将帝国德克萨州，身份德克萨州州长。鹰将德克萨州，他这个 ID 内战周王不会不是开玩笑的吧？鹰将州与州之间的矛盾一直很大，要不是有联邦政府的压制，也不可能如此安定。难道能冒昧的问一句，你买导弹是拿来干什么吗？我早就看旁边的州不顺眼了，我要给他来一发。看到这里，王11把订单信息发了过去，并且把鹰击24导弹的价格翻了1倍。对面收到之后甚至没有犹豫，不到1分钟就把订单填好，并且订单金额13亿到账。系统，这个订单上的导弹，如果目标是华夏，能不能设置返回目标是白房子啊？丁，返回目标白房子已设置。那发货吧。老板，不好了，楼下来了好多军队，说是例行检查。老板，不好了，楼下来了好多军队，说是例行检查。军队的，他们有没有说是检查什么？没有，他们什么都没说，只是让我来喊你。好，我知道了，你先去吧，我马上来。好的，老板。部队的人怎么会来检查？难道是我卖军火被发现了？不应该啊，系统。抹除我电脑中所有关于出售武器以及军火之王网站的资料。10万，你真会成活大姐。好就10万。你们老板呢？没人去找吗？老板应该在办公室，经秘书过去喊了。老板来了。你好，我是这家公司的老板。诸位，这是？你好，我是这次调查组的组长崔健，这是我的证件。由于事情的保密性，所以不能告诉你是调查什么事情。但是我想麻烦你，或者派人带我们在你的公司到处转转，可以吗？哦，当然，如果涉及到什么机密的东西，你可以直接告诉我，我们会派专人调查。保密上的事情，您大可放心。崔组长是吧？虽然说配合你们工作是每个公民的义务，但是你们这么大张旗鼓的闯入我们公司，会给我们带来很多名誉上的损失，所以……哦，是这样。我们来之前刚发了一个公告，这次的行动是属于疑似民间摸底，所有公司我们都会去，也许王总没看到而已。经理说，查一下官方是否有发这样的公告。老板，官方确实有发这样的公告。既然这样，那么崔组长跟我到我办公室谈吧。经理说，那你就带各位领导到我们公司参观一下吧。好的，老板。各位领导，请跟我来吧。很快，
王十一便带领崔健来到了他的办公室。王总，你介意我们看一下你的电脑吗？这恐怕不好吧，毕竟涉及到隐私和公司的机密。这是调查令，刚才楼下人多，有些事情不好说。这次调查事关国家安全，如果因为这次调查贵公司出现了泄密，那王总只管找我好了。所以麻烦王总配合一下。既然崔组长话都到这份上了，我要是再阻挠，不就是在犯罪了吗？崔组长，你们请便。技术人员进来一下。你去检查一下王总的电脑，记住，除了找我们要找的以外，出了这个门，你看到的都给我忘掉。是。而此时，德克萨州的一所庄园内，老师。我操 ！Oh my god！ 这位军火之王先生绝对是上帝的化身。看来上帝也是支持我们脱离联邦政府，自己独立的。我要派兵驻守我们的边境，等一切准备就绪，我们要独立。而王十一这边，技术人员对王十一的电脑内的文件进行了一番筛查，但是什么也没发现。最后朝崔健摇头示意：“老大，我们这边检查完毕，没有发现。”好，我知道了，告诉大家收队。既然这样，王总，那我们就不打扰了。崔组长，我让金秘书送你们，我现在手头上还有些事情，我就不送了。王总留步，小陈，我们走。等崔组长他们走后，王十一悬着的一颗心才放了下来，立马回到了座位上。系统，检测这台电脑以及周围是否有监听以及监测设备。扫描中，检测到电脑中被植入一个监视病毒，是否杀毒？系统，能不能不惊动对方的情况下杀毒？我可以把你电脑中的监视文件原封不动的送入你们的云数据库。那么大的数据库，他们的电脑能检测过来吗？系统15，快转移。病毒转移成功。丁，您有来自伊拉克的军火订单。丁，您有来自伊朗的军火订单。丁，地中海胡塞组织发来新的军火订单。发生了什么？难道中东那边又有什么新的变化？怎么组团过来买军火？不清楚状况的王十一马上登录军火之王的网站，准备问一下中东悍匪。悍匪兄，你们那边的局势最近什么情况？很快，王十一就收到了中东悍匪回过来的消息。兄弟，最近我们一战成名，特别是炸毁鹰将的3艘军舰，现在周围的组织都过来支援我们，而我们准备反攻雅各帝国，但是遇到点问题，现在僵持住了。既然你们要反攻，那你们需不需要大型武器？我这边都可以提供。大型武器固然是好，但是我们这次需要那种既能形成火力压制，射程又足够远、足够高的手持武器。兔子兄弟有什么推荐的吗？看到中东悍匪的要求，王十一开始在自己的武器页面滑动起来。火力压制，狙击枪肯定不行，手持武器，迫击炮就要排除，还要射程远和高。很快，王十一就锁定了一款武器。连发式火箭筒，3个炮筒，9发火箭弹，更是借鉴了导弹的发射装置，可以定位狙击，而且其射程更是普通单兵火箭筒的50倍。嘿嘿，就它了，移动喀秋莎。悍匪兄，移动喀秋莎，可有兴趣？参数我发给你。看到王十一发来的火箭炮的参数，普兰也是。兔子兄弟就是他，这种火箭炮以及炮弹我们都要。这把武器有一个缺点，就是后坐力比较大，你确定你们需要吗？对于它能造成的战争成果来说，后坐力的缺点可以忽略不计。兔子兄弟，你报个价。爽快，那就火箭筒主体10万每个，火箭筒弹药1枚5000。兄弟，你这的好货还真是不少。先来1000把这种连发式狙击火箭筒，再来2万发这样的炮弹。看来你们是要有大动作了。坐标发来，3分钟后接货。现在中东各国都开始支持巴基斯坦了，甚至胡塞武装和部分伊朗的组织已经溜进加沙去。我甚至怀疑，还有相当一部分人藏在加沙的围墙外，等着给我们致命一击。将军，我们的少党监视到对面的行动，但是没有办法拦截。那些人手里多了很多华夏制式的 AK， 火力很猛，除非我们出动飞机坦克，不然没办法压制。而且他们或许还有导弹。那怎么办？如果他们的导弹目标是我们的指挥部，等死了。应该不会，这里也是他们的土地，而我们的首都在耶路撒冷主教圣地，他们不可能用导弹把他们1000年的信仰炸掉的。财团那边虽然还是支持我们的，只是鹰将帝国的军舰是不会过来的，但是给了我们其他援助。不过我们的领土推进计划还要继续，我们可以表面示弱，甚至在联合国表演一下，对导弹下导，然后呼吁我们要和平，要停止战争，来麻痹世界都，让加沙抵抗军他们放松警惕，然后我们再突然发起攻击。安尔伯特，好久不见。你是哈马混蛋，你是怎么接入我们的信号的？要知道，这里可是雅各帝国的总指挥部，作为指挥中心，他们的电话线路是严格保密的。呵呵，还想玩暗度陈仓，还想玩示敌以弱，还想玩出其不意。安尔伯特，你太嫩了。你们雅各帝国的人做生意确实很厉害，但是打仗是真菜。等着我给你的厚礼吧。你混蛋说的，我可fuck，立刻出击给我打，飞机坦克给我进加沙北区轰炸。是，既然他们要来轰炸内区，那就给他们炸。现在全员撤出内区，包括所有平民，我们直接冲过围墙。普兰，你带人准备袭击他们的指挥部。穆萨，冲过围墙后，你带领人守住围墙。是。雅各帝国和加沙之间建立围墙，平时都有重兵把守，
猎鹰无人机监视到阿尔伯特今天把飞机坦克派去轰炸加沙北区，并调集围墙边上的士兵向指挥部集合，用以保护指挥部的安全。雅各蒂博围墙边上的部分驻军撤走后，防守破绽就露了出来，加沙的反抗军便开始向围墙方向进发。就在这里吧，再往前我们就该暴露了。先来一轮火箭弹，之后我们就冲上去。目标围墙内，准备好了就自由发射。我们完了，我们这是亚洲堡，怎么会有导弹覆盖？弟兄们，冲啊！独眼，我刚才看到有一架鹰将的运输机降落在附近，应该是给雅各帝国送补给的。我带20个兄弟去抢他们的运输机，你带领剩下的兄弟去守住围墙出口接应普兰。我一个人带队吗？怎么不行吗？将军别搞吧，还是按照原计划来，不然哈马首领和普兰将军到时候会杀了我的。绞盆机有句古话叫做中国有句古话，将在外军宁有所不受。放心，除了是我来保你。可是别他妈的废话，我去了，一小队跟我走。现在由我指挥，我们一定要守好围墙，等普兰将军他们撤退。而哈马从无人机传回来的画面中看到，大胡子跑去抢运输机，也是有些头痛。大胡子是一员悍将，但就是一到战场上，大胡子的主观机动性太强了，哈马有时候也控制不住他。算了，反正计划没有被打乱。独眼，趁现在他们被炸得找不到头，守好围墙的同时，给我消灭剩下的雅各帝国的军队，千万别让他们缓过来。是，别跑了。他们发射的不是导弹，是特么的火箭弹。卧槽，被唬住了。但是什么火箭弹能飞这么远？这次他们疯了吗？一群下等人竟然敢反攻我们！不好，他们的目标是我们的运输机，快组织人员过去支援。卧槽，独眼有大祸！鹰将除了给他们送来了军需物资外，还有大量的食物。听到大量的食物，独眼也是兴奋起来。他们现在虽然有了王11做后盾，武器倒是不缺了。现在加沙内的食物一直是最缺的，只是因为战争，只能优先购买武器而已。将军，你那边必须把货给运回去，围墙这边交给我。王11为还50亿国债，在网上包装成军火商。本想诓骗别人来还债，结果把自己玩成真的军火商。上校发现一队鹰将的前锋精英部队接近，距离2600米，大概20人，怎么办？立刻进入战备状态，正好我们的武器也到了，就拿他们试试枪。将士们，鹰将的那群狗杂碎猫过来了，立刻拿上新武器，带上夜视镜。前锋队的跟我去拦截交火，干死他们。如果把他们放回去，接下来迎接我们的将是炮火的覆盖。普兰，你带领剩下的人把武器全部运回去发了，一定要和那位华夏军火商打好关系。另外给我打一盆水，等我回来倒立洗头。我认了。此时正有一支配备着夜视仪的全副武装的鹰将小队，在夜色的掩护下悄然摸索了过来。选择这个时间，是因为他们知道这群中东的大胡子在夜晚就是瞎子，根本看不见，而他们此行的目的就是拿到他们基地的准确坐标，传回总部，这样总部那边就可以直接轰炸。说白了就是过来侦察的。记住，一会不要怕交火，不是哪个国家的军队都是兔子那帮不要命的恐怖存在，这是一个小小的恐怖组织，装备比我们差一大截，而且那群大胡子的弹药已经没剩下多少了，在我们的封锁下，他们没有一丝一毫补给的可能，而且他们的枪都是我们从战场上淘汰下来的废品，估计10枪里有5枪都得卡壳，正面交火他们死定了。这群下等人居然敢袭击我们，这次我们小队把这些猴子全部屠了，回去我肯定能升到上士。大胆点，新兵小子，我给你多让几个猴头。还在嘲笑的鹰将士兵，殊不知带着夜视镜的大胡子带着20几个组织里最强的好手，已经悄然包围了他们。正当他们又往前搜索了100米后，给我打！隐蔽有埋，我们被包围了。连射第一次这么爽，这些天受够了那些破烂枪。此时的大胡子异常的兴奋，每次上战场不是他们的士兵菜，和这些鹰将的士兵比起来，他们的武器真的差太多。鹰将高价卖给他们的武器，全是淘汰下来的废品，不时卡壳，而且10枪有7枪因为枪的质量打不中，他们只能拿命填，都是战场上活下来的修罗。如果说鹰将大兵是经过高端的军事训练，那么他们就是拿命堆出来的经验和枪法。现在有了从王11手上购买的武器，终于把压在心里阴霾发泄了出来。听他们的枪声，不像是杂乱无章的杂牌武器，倒像是兔子的 AK， 而且是成建制的。这群该死的混蛋，这种时候了，怎么还能放兔子的军火商进入包围圈内支援这群猴子？不要慌，对面抢占先机，火力在压制我们，但是这枪声里没有重武器，只有步枪，最多30枪，他们就得换弹夹，我们卡他们换弹夹的空隙反击。是，大兵们十分相信欧拉，心里默默地数着对面的枪声，做好了反击的准备。27、28、29、30，冲！我的耳朵，对面怎么可能还有子弹？这不可能，不行，我要把这个消息带回去。
华夏的透视眼镜真好用，我甚至能看到对面唯一还活着的那个杂碎的军衔，大家都能看清楚吧？那个胜士扛着战友的尸体要逃跑，都给我瞄准了打他的手和脚。大胡子故意把说话的声音提高，隔着40米的距离，话音自然传到了欧拉的耳中。对面是怎么看清楚的？就算是白天，隔着这么远军衔也不一定能看清楚吧？现在是晚上，我们带上夜视仪也只能看到一个轮廓，难道对面的夜视仪那么逆天吗？大胡子他们虽然有了精良的装备，枪法也不赖，但是欧拉也是战场上的老兵了，虽然扛着一个人的重量，但还是利用风骚的走位，顺利逃远了。逃了就逃了，往外追就是鹰将的控制范围了。这次华夏送来的武器真不错，我们打败了鹰将的正规军，收拾一下战场，一起回去倒立洗头。战斗结束后，虎兰第一时间就收到了胜利的消息，并且来到基地的外围迎接大胡子归来。虎兰，这一战你当句首功，还有就是一定要跟华夏的军火商搞好关系。随着这一战的结束，王11的帖子下面也是收到了他军火生涯的第一个5星好评。卧槽，大哥牛逼，5星好评！华夏的武器真牛逼啊！等我们出去和组织总会合后再进新武器，给我留着货啊！实战了，全歼对面正规军。无人机用了吗？我忘了给你们翻译使用说明书了，给你们的是中文版的。这个还没用，有英文版的当然更好。安排。现在所有人隐蔽在运输机四周，等待我方技术员支援。两侧潜伏各带一个火箭弹兵和2个大巨兵，其余人围绕运输机埋伏。技术兵，你退出围墙后，远程操控无人机给我们火力以及情报支援。兵，检测到宿主军火之王网站正在遭受攻击，系统防火墙已开启，是否反击？系统能检测到攻击军火之王网站的都有哪些人吗？一锁定操控者主机是来自鹰将帝国的黑客联盟，其余主机全是肌肉机。系统可以炸掉操控者的主机吗？可以。顺便送他们句话，敢查我，配吗？再有下次炸的就不是主机了。这小小一个军火网站竟然要炸我们的主机！然而话音还未说完，只听卧槽，来真的！这是怎么回事？怎么电脑全冒烟了？对面的实力太强了，我们就算用尽全力，连对面的防火墙都没突破，就被人找到老天开了。我们之间的实力差距就像是人和神的差距，太强了！你们是在跟我开玩笑吧？你们让我给你们接入了超算，我冒着很大的风险给你们接入了。现在你们告诉我这么个结果，难道对面也有一批顶尖黑客和超算吗？系统，这就结束了吗？是的，宿主暂时没用检测到攻击。既然他们不来了，那我们就过去敲完我家门。现在既然不玩了，哪有那么好的事？顺便看看鹰将有什么机密资料，直接给他全网曝光。部长，不好了，我们的网络信息被入侵了。你们还愣在这儿干什么？还不快过去拦截！上面的信息绝对不能泄露。很快，鹰将的信息安全部开始了一场无硝烟的战争，全鹰将的黑客高手都聚集到此，共同防御这次的入侵。那是因为这里存放了很多小到从各国窃听到的来的全球个人信息，大到军部甚至武器的最新科研成果。更让蒂莫西夫紧张的是，这里还存放了那些不被国际承认的非人道实验室的资料。如果这些资料泄露，那整个鹰将帝国的信誉都会受到损失。尤其是前2年全球蝙蝠引起的疫情的实验资料，作为鹰将网络安全部部长的蒂莫西霍夫是知道内情的。那个蝙蝠病毒根本就是个幌子，是鹰将某个病毒实验室研究动物 DNA 与人 DNA 结合时产生的意外产物，而有人想将它作为武器，所以才意外泄露。当初为了不将全世界的目光聚集到鹰将，才选择了嫁祸给华夏。绝对不能让这些资料外泄，一定要拦住他。系统，你搞定了吗？搞定了，正在将鹰将帝国资料库内部分机密文件外泄，其中包括鹰将最新导弹和战机的设计图，还有部分病毒性实验数据，其中包括刚刚过去的疫情实验数据公开。系统，你刚说什么？网传病毒是鹰将干的，难不成还真是吗？系统，你先把资料调给我看看。资料已上传至宿主电脑。王11看着电脑中的资料，那一个醒目的标题：人类大清洗计划。整个计划的内容大概是，他们认为这个世界不需要那么多人，或者说不需要那么多老弱病残，于是他们利用病毒的特性去清洗老弱病残的人类，以此来减少养老问题上的支出。所以疫情来临的时候，他们的时任总统开始宣布迎接病毒的到来，不做反抗。当时他们的口号就是和病毒共存，才能战胜病毒。可是他们的口号背后是鹰将犹太资本的陷阱，而这些资本在私人医生的看护下，这病毒对他们而言就像感冒一样。但是对于那些老弱而言，由于抵抗力的下降，没有体力撑过来的就高达1800多万人之多。而鹰将帝国少了这些人的赡养支出，鹰将多年来开始下滑的经济居然开始有了回升。不当人子，系统给我把这次拿到的资料全部曝光，散播到全球。兵，检测到宿主宏愿，分化鹰将帝国，加速世界第一强国的陨灭。现发布系统任务：建立军火之王军火商鹰将分部。条件：宿主需要在鹰将帝国境内才能触发分部的建立。分部建立后，可由系统将军火直接量产在基地内，然后由宿主雇佣的人进行买卖。每当买卖值达到一定数额后，系统将无偿进行跨时代技术抽奖，并奖励宿主脑域开发加5%，现金10亿。系统，也就是说，我必须去鹰将帝国才能触发分部系统的建立。是的，宿主，完成任务后就无需待在鹰将帝国了。去就去。不过去之前，我要先做一个预案。在王11正发愁的时候，
网上被系统以军火之王网站的名义给爆出来的资料，则是引起了轩然大波。鹰将的网络信息安全中心，这是被军火之王网站把裤衩子都剥下来了吗？军火之王的网站这么牛吗？这些资料是真的假的？居然连战机和导弹的内部资料都有。你们光看那些武器的设计图，难道没看到后面那个病毒的实验数据吗？那是鹰将帝国实验室外泄的病毒。刚过去的疫情是鹰将的实验室做出来的人工病毒。什么？害我高考考不成，摔断腿又崩地，在家没医生治疗的这段经历是鹰将帝国做实验外泄导致的。帝国养你们是干什么吃的？这么机密的实验室资料都流出去了，等着接受民众的怒火吧。这是上一任总统遗留下来的事，现在这个锅却要由我来背，我都怀疑你是别国派来的间谍。而此时，川普正在街上卖力拉选票的时候，突然一声枪响，一颗子弹击穿了川普的耳朵。而鹰将的民众们也是纷纷走上大街，开始了游行抗议。民众的生命人权不可侵犯，非我亲人的。检测到超出时代文明的科技影响，系统对宿主权限提前开放，武器库权限放宽至2100年。你们不要再去激怒军火之王的这位了，看能不能跟他谈合作。而此时，鹰将的其他州长在看到德克萨州发射了导弹，也是开始慌了。虽然平时互相瞧不上，偶尔也有热武器冲突，可从来没有用过导弹这种大规模杀伤武器。这次德克萨州先发射了导弹，以后呢，会不会有第二发、第三发？不行，我们也得有自己的私人导弹，不能看着德克萨州一家独大。这些州长同时想要囤导弹，但是还不能被联邦政府发觉，所以只能秘密进行，那就不能动用自家的资源。于是他们同时想到了军火之王网站。购买武器数量超支，单人购买数量已达上限，不可继续购买。这什么设定？有钱不赚？什么奇怪的限制？原来这个设定是王11为了管制自己的枪支武器会恶意扩大到可以对抗国家的地步，特意设置的限制。购买枪支有限制，购买导弹也限制，我有钱花不出去，真难受。不知道这个网站有没有什么 VIP 客户名额，可以多买军火，先问问再说。这么想着，赫恩贝州的州长就开始给军火之王的后台发去了信息。您有一条新信息。王11快速打开军火之王的信息，看到有人询问 VIP 的事，于是有了新的主意。当然有 VIP， 本站的 VIP 享受购买新武器的权限，购买数量翻倍，而且会有最优秀的售后服务。但是本站不接受金钱购买 VIP 的操作，只有当买家达到一定的声望值时，才会升级成 VIP 客户。王11准备将系统让自己赚声望的任务发给这些买家，买家买了他的武器就要去打出声望，赚到了声望，这些买家成为 VIP 就能买更多的武器，以此循环。这就是系统掌控宿主的快感吗？那以后我就是这些买家的系统了。声望值，网站怎么去屏障我们的声望呢？声望直接，买家所用我军火之王网站军火打出的威望。说到 VIP， 王11就想到了中东悍匪这位超级 VIP， 而此时的大胡子也是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机。雅各帝国不知从哪调来了一支百人军团，手中的装备科技感十足。你们守着这架运输机也没用，他已经不是第一次来了，这次送的只是一些边角料罢了，之前送来的才是大杀器。而且对面那个大胡子，你就是上次击穿了泰坦坦克的那位吧？这次我们可是有鹰将帝国最新研发的盾牌，比泰坦还硬，并且你们的无人机隐蔽技术也被我们破解了，乖乖投降吧。说完，他们就把盾牌立了起来，并且合拢。对面这是什么意思？让我们用大狙打他们吗？对面既然知道我们的战绩，还这么叫嚣，既然他们不信邪，我就成全他们。来，老八，用大狙给他们一枪，瞄准盾牌后脑袋的位置。是。然而这次大狙的穿甲弹打在盾牌上，并没有想象中的破坏力，只留下了一个浅浅的白点。此时凯尔特的耳麦中传来兴奋的声音：哈哈，我就知道我成功了！这个盾牌的材料远超泰坦，同时还能抵消大部分的瞬时冲击力。不愧是你，华夏的技术终究会败给你。凯尔特，继续把对面这只大胡子小队活捉，说不定能知道他们幕后的军火商是不是官方。如果能顺藤摸瓜，找到那个军工神秘研发人员，那就太赚了。这怎么可能？大狙失效了，技术兵，马上把无人机刚才拍到的画面发给首领和普兰。大伙，现在我们的大狙失效了，如今我们的底牌只有火箭弹了。先诱使他们的阵型出现缺口，然后听我命令，再打火箭弹。他们只有100人，我们还有机会。然而还没等大胡子话说完，对面的进攻就开始了。另一边，普兰在雅各帝国战区区内势如破竹，短时间内就向前推进了20公里，还差5公里，他们的指挥部就到了我们的火箭弹的射击范围了。正准备继续推进的普兰，突然收到了大胡子的紧急消息，里面是无人机的摄影记录，立马点开查看。当发现大狙子弹在对方的盾牌上只留下一个白点后，普兰明白大胡子危险了。看来我们必须直冲他们的指挥部了，我能再到处改变战场了。传令，不要节省子弹，直冲他们的指挥部。普兰现在距离大胡子太远，直接救援是不可能了，只能围魏救赵。而在出发前，普兰顺手把这个视频发给他。兔子急了也咬人。普兰是想，这位兔子兄弟肯定也想知道鹰将帝国的最新技术。超级 VIP 客户发来一条新消息。王11点开中东悍匪发来的视频。我操，这是什么技术？竟然挡住了大狙！系统检测视频的真实性。检测中，视频真实性为100%，检测到未知科技，科技类型不属于人类文明，对其源头检索中。以往系统检测连1秒都用不了，而这次系统检索足足用了10分钟，这也是王11第一次见到。科技类型不属于人类文明，难道是属于外星文明？警告！警告！科技来源已查明，该盾牌技术源头来自10光年外的摩罗文明，科技水平对标华夏2100年。什么？对标2100年？那就是说领先人类文明科技水平100年？虽然只有100年，
但是按照人类现在技术大爆炸式的文明水平增长，100年这种文明差距相当于1000年前的古代和现在的差距。丁检测到超出时代文明的科技影响，系统对宿主权限提前开放，武器库权限放宽至2100年。